所以走到这边来哈，看上去的人文景观啊，街头的景象啊，就特别不像尼泊尔，就像来到了拉萨一样啊，很西藏的感觉。我身后呢是世界上最高的圆形佛塔，我现在是在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这个片区呢叫做佛塔区。这片区生活着很多的藏族啊，然后这边有很多藏族开的餐厅呐、酒店呐，也有很多开的那种超市。总之就是一个藏族的一个生活区啊。在这里，大家都说藏语，穿藏服，人人都标配一串佛珠。大多数做生意的藏族老板还能说一口不错的汉语，这样的景象很容易让人忘记这里是尼泊尔。像初级的一些游客呢，他可能会来这里打个卡、拍个照啊。然后稍微进阶一点的，就是可能他是一个像喜马拉雅文化的爱好者，可能会像我一样啊，手里拿一串佛珠啊，就开始围绕着这个塔啊，就像他们一样啊，就是开始转呢。然后如果是更高阶的一个游览者呢，他们会来这里修法啊、学法啊，因为这边的寺庙里的有一些喇嘛，他们会说很好的英文啊，能用英文去讲经说法。所以呢，有一些吸引着就全世界各地的这种佛教爱好者来这边修行。所以在这边的一些小巷子里面，经常还能看到这种各种肤色啊、各种五官长相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那种穿着袈裟的修行者。作为一名喜马拉雅文化爱好者，自然是要去深入探索一番藏传文化在尼泊尔这片土地上到底是怎样保存与传承的，藏族们在这里又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你好，老板，你好。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这个小的印章哈，看就是挺老的一个东西。藏族他们是会把它挂在身上啊，也作为那种像串珠上的那种小元素来使用的。Actually, this is used to he keep himself for protection. It's a very old one. Actually, he don't want to sell to other people. Yeah, the color I like it. 这个九宫啊，是他们藏族人平时呢戴在身上作为护身符使用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九宫呢，就是老板他自己平时佩戴的。我刚刚看他挂在那个包包上啊，很好看啊，我叫他拿下来看一下，非常的漂亮啊。Yeah, actually, it's an old one. Yes, yes. Yeah,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just ask me. Then I can explain to you. Okay. 这家开在僻静小巷子里的藏族古董店，并不是面对一般游客的。老板说，他的主要客户都是尼泊尔的藏族人和中国卖古玩的同行。生活在尼泊尔的藏族人特别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经济条件允许下，很多藏族人都喜欢购买、收藏一些古老的藏族日用品、家具以及装饰品，所以在这一地区有大量的藏族人都在从事古玩行业。这个东西呢，老板也非常喜欢啊。他说他是平时自己佩戴的，就是不是特别想卖啊。待会儿我争取吧，看能不能让老板把这一块我还比较喜欢的九宫啊，割爱转让给我。其实他想卖尼泊尔的25万哦，25万卢比。卢比的。确实这个东西还是很好啊。但是25万真的有点贵啊，人民币的话就12000多了。对，我很想要，诚心要20万，能不能行？他说其实不想卖20万，因为他这个他自己想戴，但是你太喜欢的话，那他也实在没办法，只能他给你这个价格。可以是吧？可以，谢谢。谢谢老板割爱啊！谢谢。刚刚是人民币1万的价格啊，拿下了这一块就是九宫啊，确实是不便宜啊，确实在国内现在价格也都卖的还挺好的。对，现在已经成交了哈，然后我就可以讲一讲它到底好在哪儿了，不怕老板再收回去了。首先它这个的材质非常不错啊，九宫啊它分为很多种啊，像那种白利马、黄利马，它是现在有一点青灰色了，后期呢它慢慢的氧化，它还会变得更黑一点。这种材质呢，相对在各种天铁里面呢，价格出来它本身就会贵一点。然后它的模板是比较清晰的，中间是磨损度最大的地方，因为人戴着的时候最经常磨的是它中间的这一块，是非常的自然的一个磨损。然后看到它这种孔道啊，非常的水亮啊，非常的光亮，这也是长期佩戴留下的痕迹啊，品相非常好啊。从哪里买来的？尼泊尔吗？还是从其哪里？拉达克那边买过来的。像他们店里的这种古董呢，一般都是从那边过来吗？还是基本上都是从喜马拉雅地区过来。喜马拉雅地区，尼泊尔也有，拉达克也有，文化的都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喜马拉雅地区的人，都是也是可以说藏，就是吃的、喝的、穿的都是基本上一模一样，没什么区别。整个喜马拉雅地区生活着藏族、门巴族、珞巴族、谢尔巴等民族，他们分布于中国、尼泊尔、不丹、印度等国家。
由于在过去的千百年中，高原山地的阻隔，让这一地区的文化在外界眼中看起来神秘而迷人。如今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流传几代人的古玩，依稀触摸到喜马拉雅文化的脉络。原来古人的生活也是这么讲究且精致的。节日的时候，过年的时候用的那个旗芒，新年快乐，新年的，对，这个看得出来很老的了。这个应该有几百年了吧？这个可能是最起码300以上。300以上了。以前的啊，原始的颜色，它没有改。那挺好，300多年颜色都还是很好看。它这个是一个工艺啊，叫铁剪金，它是用铁做的，就是铁上面有镂空的一个刻的一些花纹。因为铁上面它是很难附着上这个金粉，他们必须要在铁的上面附着上打上一种类似于网格的一种底层，然后在这个网格上面，然后把这个金色的颜色把它给附着上去画上去，这个就更加的精致了。刀子刀子的那个刀子的那个就相当于是刀柄啊，这一个装饰啊，非常精致啊。您看到这个上面还非常有细节的，这种金粉附着上去了之后，因为用了这种铁剪金的工艺，所以说历经几百年的时间，它这种金粉都不会轻易的脱落。这个是一个叫护心镜哈，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个点点是什么吗？他说这个可能是也是他的一个标志吧。我听人家说就是念经啊，念得好100万次就打一个点，是不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说法是吗？也有。汉族叫咒点，就是说就是藏族人他们每天会拿着佛珠念经啊，念100万次经呢就会打一个点，你打的点越多，说明就是你念的佛经的次数越多，你信佛就越虔诚，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然后我又在老板店里发现了一套这个东西哈，这个东西其实单看它是3件东西，我一开始以为是那种放在家里的大门上做装饰的啊，其实不是。老板给我演示了一下，在古时候那个藏族的，应该说是比较有钱人的家里面的柜子哈，它都是这个样子的。它们3个是组合一起来的，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锁孔啊，然后又是一个装饰啊。现在虽然没有实用功能，但是这一套看上去依旧是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精致啊。古人的讲究起来真的是，现代人看上去都依旧是非常赞叹的一种生活啊。我了解到，在以前，尼泊尔的藏族人为了生活或者经商，很多人卖掉家里的一些老物件，渡过难关。经济条件好转后，很多人又会想方设法去回购。也许早已不是当年那件物品，也许价格已经涨了很多倍，但是文化与信念是切不断的根。老物件上寄托的不仅仅是回忆，更是眷念。关于喜马拉雅地区的更多人文风物，我也将继续深入探寻。